这款发动机正好烧机油。哪一款啊EA888。EA888烧机油。EA88烧机油吗？EA888，它不烧，它喝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上野 Vlog。昨天啊，我给我的 Vlog 做了一个片头，大家先来看一下。吃完饭了。半年了。丰田哈，已经43000公里了。今天我们来保养，是不是有点脏了？这是换了什么？换的活性环。换了啊。不是磨的这个地方。这有点太厉害了，磨的，这是夸的是吧？对，这是这正常吗？这是出的那个积碳，这正常吗？哎，正常。配的那个哪一个？怎么还没修好吗？不是还没修好吗？是一直是又一个发动机，这个发动机好坏了。要什么事呢？我烧机油。那个发动机不行吗？当时买的2手的是吧？这款发动机正好烧机油。哪一款啊？哪一款？EA888。EA888。不是上次买的是上次是他是买的换了新的发动机吧？那不是，没有，那也是修的，大修的。这不有一个，一样的。EA888。烧机油。EA88烧机油吗？EA888，它不烧，它喝。真是，它不是烧机油，它是喝机油。每5000公里就得给加点儿。它这个活是干什么的？密封的。这是1道气活，哦，这是2道气活，这是油活。钢筒子嘛，钢筒子上应该有这个润滑油进行润滑，然后它的作用就是这个活塞上下运行的时候，看用这个环把这个钢筒上的油刮回油的壳去，这样刮油的。哎，刮油的，如果这个油刮不干净，油会残留在这个侧壁上，然后一燃烧就是所谓烧机油积碳啊。烧机油主要是这么来的。那大众为什么要喝机油？是什么原因呢？官方解释是工艺问题，就是说它这个钢筒内壁啊，在这种放大看有一些特别细小的这种网格，它是说为了这个高转速的时候可增加润滑，但是设计思路挺好，到了中国来具体这个生产工艺啊，可能就有点没这么严谨了，就，从哪头倒过来，从哪头倒。你要如果用好油，正常温柔驾驶嘛，正常驾驶基本不用换，不用换，跑20万不用换。它全是靠机油润滑，一个机油不行，它坏得快；再一个就是经常暴力驾驶，地板油，它就是猛的这一加速一拽，它这个链条线长拉伸。我的丰田 Fortuner 啊，从2019年3月份买了到现在呢，大概有9个月的时间了。这9个月时间呢，我开了43000公里。大家刚才看到那个视频呢，就是我做43000公里保养的一个视频，那更换了机油和机滤。最近呢，很多朋友啊问我，那大家对丰田 Fortuner 有很多的问题，尤其是在头条上啊问我的朋友也很多，包括每天在 B 站上私信我的人也不少。那今天呢，借着啊丰田 Fortuner 啊9个月4.3万公里的驾驶，我觉得给大家说说这个车啊，统起来给大家说说到底这个车的优缺点在什么地方。那处在第一个呢，就是动力啊，大家就很多问啊，2.7够用吗？怎么说呢？2.7对于我来说，只能说刚刚够用。这个车实际越野的感受啊，甚至还不如我的1.3的吉姆尼，但是它在高速上可以跑到150甚至160的速度啊。吉姆尼大家也知道啊，很难能跑到超过110。那吉姆尼什么时候能超过110呢？就是吉姆尼在高速上下坡的时候啊。只要有了下坡，我们吉姆尼就可以超过110了。话说回来啊，如果城市的代步，这个2.7的发动机，个人觉得可能动力也是偏弱。但是对于我来说呢，我觉得开吉姆尼习惯了啊，
大家应该能习惯丰田 Fortuner 啊。这个车虽然说动力不是很出众，够用吧，只能说够用，就是没有很强的加速感，甚至说可能连我开过的波罗啊，我们波罗 1.4 的波罗可能加速都不如它。那毕竟嘛是一个大的越野车，那没法和轿车比啊。2.7的动力对于我来说觉得够用。另外一个就是变速箱啊，很多人没有问过我变速箱的问题，但是我今天想给大家说一下啊。丰田 Fortuner 的变速箱是用了一个6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啊，它比丰田有几款啊越野车的5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多一个档位。从目前来看呢啊，这个变速箱还是非常好的，为我们的油耗、为我们的越野啊、为我们的高速巡航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速，包括油耗的方面也是非常出色的。这都是由于归功于这台啊6速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。另外一个呢就是油耗啊，刚才说完变速箱了，再说一下油耗。油耗呢，我经过这9个月的驾驶，43000公里，平均的油耗应该在11升左右。那大概在这个车1-2000公里的时候，我就换了百路驰 Q2 的 AT 胎啊，到现在这个油耗始终在11.3、11.4左右。这台发动机加上这个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啊，对节油贡献非常的大。前几天啊，上海游记群里边啊，我们有个微信群啊，这个朋友知道啊，我开这个车去拉炭了啊。周园那个带院的房子啊，我装了一个赤峰啊，这个康老板那边，黄格良康老板那边拿过来的一个炉子啊，它是烧炭的。那天我过去拉炭，当时我就称了一下这个车的重量，这个车啊过地磅的时候是2.15吨，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个参考啊，就是说这么超过2吨以上的这种越野车啊，2.7的排量啊，6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啊，2.15吨。这么沉的一个车种啊，它油耗竟然可以控制在11升啊左右，尤其是像我这种啊换了 AT 胎的，常年的就在11个油左右，我觉得真的啊这个车非常不错，非常不错。那车重基本上就是在2.15吨左右，给大家说一下啊。另外一个很多人就问我这个舒适吗？舒适吗？啊，悬挂是不是特别硬？怎么说呢啊？我之前开过普拉多，我也有一辆吉姆尼，硬派车我也开过不少啊。我个人觉得它应该比我的吉姆尼会软一些，但是它比普拉多是硬。那我个人觉得有可能啊是海拉克斯底盘啊。首先它是一辆皮卡，它的一开始的形态是一辆皮卡，所以说这个驾乘感受不是特别的舒服啊。当然你说像普拉多调教那种，跟宝马那种乘坐的舒适感一样的硬派带大梁的 SUV 啊，我觉得Fortuner 不是那样，我个人认为啊 ，Fortuner 应该像海拉克斯一样，可以适应很多的路况，适应很多的越野条件啊，在极度恶劣的一些环境啊，包括在沙漠里边，包括在下雪的地方，包括很多极限的这种越野里边，这个车应该都会表现非常好，所以这才是它悬挂啊比普拉多硬、比吉姆尼软的原因。我个人觉得，还有今天在头条上问的啊，说这个车的隔音到底怎么样？我觉得隔音还是不错的，但这个车的车内外的空气流通啊，我个人觉得可能有点太好啊，从这方面反映出来它的密封性可能也不是特别好。在我去虎克之路啊，9月份我去虎克之路的时候，我开着内循环啊，我也没有把空调打开，就是我平常吹风嘛，也没有打开。结果我们在过一个很多灰尘的路的时候啊，我车内全是灰尘，所以这个车可能密封不是特别好。但是对于隔音来说哈，我个人认为啊，我开过也很多车了啊，包括大众的，包括宝马的很多车我都开过，都是我自己的车原来啊，也是很长时间一个驾驶了，我觉得这个车的隔音还是不错的。然后今天啊，再给大家说说我最近的计划。现在呢，离我们年底啊，2019年年底还有3个星期的时间。那现在呢，我还有2周左右的公休假没有休。那么问题来了哈，如果我能顺利啊休公休的话，我会选择3到4天的时间出去做一个视频。目前呢，我还没有想好，我想在 B 站和头条上面啊，我想让大家给我多一点的建议啊，大家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，说希望啊看到。目前有2个方向。那第一呢，我们是会去一个非常热的地方啊，做一个轻度的穿越啊，大家看风景。另外一个呢，我想开吉姆尼啊，做一个单人单车，在非常冷的地方去做一个越野。1和2，我希望啊大家
能不能在我的视频下边帮我留个言，给我一个参考？那我也会在将来的一些视频里边啊，给大家做一些更精彩的穿越。那反过头来，现在我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和我有一个沟通啊，在视频下方留言，你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信息，或者说你们想去看到我做什么样的 vlog， 你的一些问题啊，包括是今天啊我们说的这些丰田 Fortuner 的这种使用，我觉得这都是把大家的问题放到一起给大家解答一下，好不好？今天的 vlog 就到此结束了。片头呢，我花了3个小时做出来的，我们现在再来看一遍。